进到关系里面，因为太喜欢对方了，就会失去自我吗？是因为有点强迫吧，就是我会想要对方也可以看见我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可以不要只是远远的为我拍手嘛，我希望他也可以就是能够帮我的时候帮我这样子。你想要的是互相扶持。对对。但是我谈恋爱的话，可能比较偏向对方会对我撒娇还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比起希望就是两个人距离非常近之外，我希望就是他在没有我的时候，他都可以维持一个算是他就是他的自我。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就是不用特别的担心对方嘛，也不需要就是对方太就是担心我还是怎样。所以如果你的伴侣爱你爱到失去自我，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对不对？我是不理解，就是可能会有点难过吧，就是可能一开始交往就是我喜欢跟你相处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交往，然后但是如果因为交往这些东西，然后有了太大的变动嘛，就比如说如果我跟你谈恋爱，然后不只是你变得不像你，然后我也变得不像我，那这样子就感觉就失去那个谈恋爱的本质。就是如果是为了原本一开始那段感情，然后之后再去强行让自己变得不像自己，我也觉得很难过。我们都快哭了，我也觉得很难过。哇，再来抱抱，好吧，投进去。哇，爱跟他表示是爱的人，为什么一直在抱抱？哇，我没有卫生巾。我有，没事的，没事。吓到，可是你不要吓到，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我本来就蛮爱哭的。可是我是想帮你擦眼泪。天哪，太帅了，怎么我会是想帮你这样擦眼泪，太帅了。我想说我的眼泪没有掉出来。本集由蓝星 Villa 和337同居约会赞助播出。你有想出国吗？有啊，念书？差不多规划好了。你要去哪边？这要进到那间学校之后，我才会知道。所以你欧美的都会通？日本我有可能也会去。日本哦，日本的美术其实他们的美感其实是很超前的，他们路上的人穿衣服就知道，日国美学。好想知道李恩画怎么样？好崇拜哦，很崇拜艺术家们。为啥？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不屈服的那一类人都在发光，发着穷光蛋的光。不好说。好搞笑啊！穷光蛋的光，这是我觉得我讲出来最好笑的一个梗哎。李恩可能会认同你，对不对？对，我们会一起大击掌。画好了，我好啦，就是这样子。我刚才问了 Gemini， 给我一张 squirrel 的照片，就画好。请你不要拿凡夫俗子跟你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相做我只是很比较。我有这人格特很就你这样子的人，在这方面的展现是很可爱的，这样子 OK 吗？好。他叫 Gemini 帮他生一只松鼠，然后他照描啊，而他原本就这样描完他就走了，但是好像后来有人觉得他画太敷衍了，所以他又加了一点颜色。草地野餐选地点的时候，也不算 argue， 但是有选择不同点位的一些意见交流。那你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我记得我好像就是只是想要随便做一个地方，就是赶快坐下。然后他想要做一个草没有那么深的地方，后来又说不能跟别组坐得太近，会听到别人讲话，所以我们又要再找其他地方。然后最后他找到一个地方，又离其他组超近，就是我完全听得到。那时候 Chris 跟娜娜已经坐下开始讲话了，我就说啊，这里就听得到他们讲话，就是工作人员就说不要坐在听得到别人讲话的地方啊，就这样。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这个，我就觉得那就赶快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我比较偏向是有规则我就会去 follow 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就很简单啊，就是草地这么大，他还是选了一个离大家超近的地方，我觉得有点不解。我觉得我想要坐在可以看得到右的地方，不一定要很近，可是就是我只是想说，只要是看得到的地方就好，很远没关系，但就是至少是他不要在我背后，就是有一种我这样你在那OK 啊，你去玩这样，看小孩我是口足画家，不要用吃药，我等下要用那个是怎么办？你不能碰到这个，超脏。没关系，我跟你讲，让它更脏，然后咬棉被。什么东西？让它会咬棉被啊，超恶心的。超恶心，我制止它。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很孤独？这个时候你最想要什么？就是我都自己住啊，然后如果没有家人朋友在身边，然后刚好又心情不好的话，然后又没人可以讲话，就很孤独。然后就吃东西，不然看剧，你就好了。对，睡觉好了。换你回答。觉得没有人理解的时候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一个人，就是有可能就是你身边很多丰富的人事物，但是你没有觉得有一个人是全然理解你的那种，看起来在很热闹的地方，但其实心里很反差，就会觉得特别的孤独。那就感觉很像你在团体中会做的角色，就是你会把气氛炒很热，但搞不好你内心其实是孤独的吗？可能刚好没有那么有能量，又静下心来看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好像不是在这里面的感觉。你是在讲节目吗？没有，就是就是 sometimes 晶体，选你啊。现在没有人可以酸这件事情了，就大家都已经内化。那选你，我觉得收到的人不会开心的。我觉得你画超用心的，感觉会丢掉。你画超用心的，你才用心的。开始勉励哦。然后这样子叫别人作品，没有，但是我觉得很有艺术感，就是有点像一个缎带的感觉。这就是缎带啊！其实蛮有艺术感的啦。干，没有，真的，我会比较想收到这个，我不会想收到我的，我就像我的像国小作品。不要，等一下我要等我画完，好，再考虑。反正大家都会看到。哇，你真的太难看透。我很难看透吗？对。可是我会让我喜欢的人知道我喜欢他。可是你就只知道这点根本不够啊！不然要什么？他想要更了解你的话，你就要讲更多啊。就是我要去找他，就对了。因为你一直在回避问题。回避我喜欢的人的问题吗？前几天不是啊，任何大冒险、真心话什么东西的问题。可是我有行动做出来啊。好啦，好吧，你有你的方式，我尊重。不然你都怎么？可是，在团体的时候，我也没听到你讲什么啊。没有，我是说就是那些问题的时候，有人问我就会回答。对啊，可是你感觉都要想很久。我说就是不确定，还没有确定。但我最近有比较。那你在平常的时候穿衣风格也是这样子吗？就是在外面 range 很广可是我平常可能更中性，因为我上班也都随便穿。我平常就是穿的很辣妹风那种，但我那边不敢，因为我怕太浮夸。因为真的跟大家风格完全搭不起来，就很突兀，极度突兀那种我原本还想穿一个马甲，就点点的马甲，超好看。点点的马甲，对，就点点头部马甲。我觉得你应该要穿呢。可是我那时候不敢穿，因为我那时候我朋友也说你这样子太夸张了。我就说我好像这样子确实有点太浮夸，感觉大家会觉得说是怎样啊？真的，好想看哦。平常穿的风格就比较那个。我觉得辣妹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很喜欢的。那你前任是长什么样子啊？什么类型？就是漂亮女生啊，长发。真的假的？漂亮女生啊？对啊。就看起来像直女的那种吗？她可以打扮得很女同，然后也可以很直可是如果她穿一般的时候，就超直女。可是你之前那一任，你会期待，她比较阳刚外表，就是她会偏攻嘛？还是其实你根本就不 care？不会啊，因为我在一起之后。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想说，因为我就很自动的就是攻，我是很自动自发。他想说怎么回事这样，他想说我不应该是攻吗？我说你闭嘴可以吗？我说你不要破坏气氛，你很解。天哪，我爱上你了。
是啊，对啊，这么霸气哦。是的，可是他有想就是交换吧？他就一直想反攻，然后你就还好。然后一直弄他，弄死他。听完这段爱慕你的人会太多。我先把账号关起来。不要。对啊，大家都觉得我是一脸零样。完全。可是我个性，可是我觉得我个性跟我的号码是连得起来的。可是我技术没有很好啊，我觉得我自己技术还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反正科技很发达就很棒。对啊，我其实觉得应该要用辅助道具，手很累。可是已经离不开了。哦，有玩具哦。你有推荐的人？我没料到我们的话题外面这个，可是我分出来了吗？有卫生纸吗？太辛辣了。有卫生纸？好像没有。啊，我这有卫生纸，可是是那个的。牵住我耶，谢谢。我觉得你为什么会觉得什么技术不好什么的？因为我手指头很短，你看。我也很短啊。他们不是说跟那个没？他们说跟那没关系，可是重点是，我的是短到就是根本就没有感觉啊，而且我手又很细，就是很小。我第一次跟女生发生关系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其实很，就是她每次要做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因为我就觉得我怕她技术。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很害怕，然后就会导致我们之间就是我会一直逃避。可是其实我不是想逃避，我只是觉得我做不到。你把我的心声讲出来。对，我就会觉得。可是我是也有做不到柏拉图过，然后也有。然后我就不知道太难了，不可能柏拉图也有便宜。然后那时候我就对这件事情我就很没自信了。就是虽然说心之所向，可能还是会想做，可是就会觉得说每次都很有压力，就会害怕。对。然后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时候对方如果很久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就是用对还是什么，然后明明手都快残废了，那手快残废了，好几个小时那你很厉害，我没有那么久，好几个小时，然后感觉就整晚都没在睡觉啊。你在干嘛？没有，到最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就会直接拿出我的玩具，就说我觉得就用玩具，你以后就后来就会直接就会用玩具。对。我觉得我们是很真诚的那个对话，然后有时候看到彼此的时候，就是很交心的那个 moment， 蛮温暖的。所以你没办法跟比较稍微阴柔一点的。之前试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有压力，就是我没有办法满足他，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就对方很会撒娇，然后也会很会给情绪价值。对。可是我就觉得说，会不会这些就是他只是演给我看这样？不会吧？有时候他只是演给我看，就明明就不爽，然后还说很爽这样。哦，你说那方面的爽？对啊，但没有啦。如果是真的就是一般日常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很女生的。哦，对，只是我会希望对方在床事上就是可以大家就是互相，就是比较可以接受，可能用辅助句这样子，因为那个女生不能接受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辛苦。可是你这样塞的范围又更小，如果你因为我踢是不是大部分人也不是全部，都是偏攻啊。对，大部分都偏攻。对啊，我都只会直接把人家掰成零号，就没得谈的。哇塞！但他确实不是很 M， 就是很喜欢让人家就是有点痛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很痛，不要这样弄。然后我就觉得你是很烦就想这样弄。你很 S 但我觉得看状况，如果真的反攻的话，我又是很女生那种就是我就是会就是自己享受这样子，自己享受，自己来，自己来伤身体啊！真的吗？没有开玩笑，我在讲干话，整段都在讲。可是我很喜欢亲抱啦，亲亲跟抱抱可以，对，但是到后面是都会有一点四床。对啊，就是很累，这样很容易累。觉得人生还有更快乐的事。我是还好我的爱不会消失，不会因为没有性就消失。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肢体接触，非常喜欢。但我是那种非必要我不会亲亲的那种。亲亲，就是可能亲亲抱抱比较少。什么？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就觉得好烦哦，啊，就觉得好烦。干嘛那你一直？睡前不我就说问吗干嘛一直亲啊？你睡前不问吗？睡前要看我心情，如果他表现很好的话，我就会说喂，亲一口。然后如果表现不好的话，我说你离我远一点哦。怎我说你帮我样叫按我脚这样。怎样叫表现不好？就是我叫他做的东西他没有做好，比如说明明就说好我要去拿什么东西，然后他没有帮我领货啊，然后没有去晒衣服啊，然后忘记啊，忘记什么事情。对啊，这本来就不可能每天，这本来就看那个吧。我觉得要当下两个人都很想要，两个人都然后对方很渴望彼此的身体在发生啊。对啊，是哦，你不喜欢亲亲，那抱抱呢？还好。我觉得也还好，我就要看状况跟看人。对就是有某些情况，就是我真的心情非常好，对，然后又觉得对方就是最近有让我都很愉快，我就会想要一直抱他，想要一直亲他，就稍微贴这样。对。但是如果他最近表现都超差，我就会看到他就翻白眼，看到他就不爽这样子。真的是离我远一点。就一把无名火一直上来。哦。其实我们今天野餐的时候聊了很多，我觉得很辛辣的问题。其实聊得蛮全面，而且我们聊得非常非常深入，前所未有的深入。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聊那么深入过。你单身多久？半年左右吗？差不多。所以我其实可以空窗期都没有很久。哦，你不太喜欢单身的感觉吗？是吗？其实也不会，我应该说我已经忘记什么时候是单身了。后面就觉得说我不想要又再去投入一段感情，然后又是一个无疾而终或是什么。我希望对方就是可以跟我好好生活之类的。我也是。然后有自己的目标啊，对，然后对方很稳定，那我就可以放手，可能让我去做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事情。对，我就想跟对方有一个家。我也是，有自己的，就是一个生活理想的样子。对，就是跟佑聊天蛮开心的，更多发现他就是面对不同价值观啊，就是有发现他比较认真的那一面，因为他表面上常常讲干话，可是其实他也是蛮渴望一段平稳，然后是可以伴侣之间可以互相成长前进的那种关系，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建立就是属于自己的家，然后所以就整个对话是开心的啦，整个过程。因为有时候我就想说要确认很多我在意的东西，可是好像就会变得有时候很纯粹的那个感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纯粹了，应该说这样吧。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岁数应该差不多，应该比我小，可是我会觉得在意的东西就这几项，可能跟再小一点的时候会不一样。好，所以如果没有共识的话，可能会比较累。我觉得 Zoe 是一个，他是会互相去各种共感共情的人，然后他也会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什么，所以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一直会有来有往，事事有回应，你就会想要一直讲下去。我当时以为，这个是第二次约会，结果一开始就是他们说什么要跟什么同一排的人野餐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第二次约会这样子，我当下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就是有这么瞎的感觉，就觉得就是应该是说，不是不想再跟你约会，而是我觉得就是就是天数也没有多少了，还想就是我来的比较晚，对啊，然后我就是想要再多认识其他人看看。我一开始有一点点想说你不想再跟我聊一天吗？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有道理啊。然后他有说他也有其他比较有好感想了解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有追问他说，但如果现在你可以再出去约会，你想约谁啊？然后呢，他就给我打哈哈，然后后来也没有跟我讲是谁。就在罗马的时候，我去超市买东西，因为我有一个很想买的一种起司，我就去那边那个柜台那边也去看。掌管那个起司柜的那个是一个老阿伯，然后他就看到我在那边看，他就说你要不要吃这个？这是一个蓝起司，就是很蓝起司，蓝纹起司，超级蓝纹的那种。听说吃起来像臭袜子，吃起来就像霉菌。然后呢，他说你要不要吃？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好吃吃看了，反正这辈子我大概也不再吃这么蓝纹起司。然后他就切一小块给我，然后那个味道，那一整天我嘴巴全部都是那个霉菌的味道。然后呢，他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再吃一块？然后我说没关系，谢谢你。然后他还说你要不要带一块回家，要不要买一块？然后我说
谢谢谢谢，我买另外一个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说一直硬被塞吃蓝纹起司。对，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热情。他说这个很好吃，他说这个今天台湾应该没有几个人敢吃蓝纹起司吧？说今天我们特别进货了这个超赞的蓝纹起司。然后我说其实我之前上过意大利文，老师说其实不用弹舌也没关系。他说也有意大利人不会弹舌啊，真的假的？这么可爱。他说没关系，不用担心，人家还是会听得懂。那你意大利文讲得很好吗？可以每天买冰淇淋，就这样，可以就是每天买冰淇淋而已。我非常简单的聊天，好可爱。野餐的时候，小泽就是笑笑的，很开心的跟我分享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我没有去过意大利，我也不知道意大利长什么样子，但是我就是可以单纯因为他的开心而非常开心，看到他整个人就在发光。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的反射，我看到我自己在笑，看到我自己的表现到底有多开心。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感受不到爱。就今天在野餐的时候，我发现这5年来我第一次就再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这么多年了，我居然还可以有感觉，就是有这个感觉是5年前的，在那段关系当中，我有这个感觉，只是我自己选择忽视它。我以为我感觉不到，但实际那些都是存在在生活中的细节，我都记得。我既然记得，那代表那就是爱，就是我想要的。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了，我还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经过这次野餐之后，我想认识其他人的意愿有降低了，但没有到完全归零，就是降低非常多。那你偷偷跟我说你要画给谁，我们嘴型就好了。然后我还在想，你先讲。啊？哎呀，你的嘴型不是我不太会看嘴型。你没有读唇语的天分，超不会。真的假的？超不会。哦。你的手势又做了。姐姐。好，再一次。我要画给。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比较好剪。这样比较好剪，笑死！那我想一下，我要画给谁？我想我的表情说明了一切。OK， 可以吧？可以吧？会不会我现在讲完我要送的人，然后跟等一下送的人又不一样？对啊，你就不要讲太早。严重警告！滴滴滴！你现在就是待观察名单，你的吗？没错，必须严格审视。好的。我当时选择了画当下的风景，然后我选择送给九旭，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想要跟他约会，我想要把当下的那个 moment 传达给他，就是告诉他说，哦，我很珍惜这个 moment， 跟你约会，跟你独处的这段时间。我没有在开玩笑，虽然镜头前面的我老是在开玩笑说，哦，我想跟你约会，但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约会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选择他这样子。是小瓢虫，是瓢虫，好可爱！等一下，是瓢虫过来啊！瓢虫过来啊！好可爱啊！是瓢虫，帮我拿一下，不好意思，好可爱哟，瓢虫超可爱！我那时候没有吗？毕竟那时候约会的有。他在洗脸，超可爱，好可爱哦！好的。他写薯饼你的有吗？板鸡，不是，我是薯饼，是板鸡。板鸡是什么？板烤鸡腿堡吧。我比较喜欢板鸡。要不然吃狗。你先吃，这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傲娇的约会对象？我很诚实没有，我想要吃你咬过的，我不想要吃你没有咬过的地方，可以吗？可以。好，等一下，那这好，帮我拿的。你有咬到鸡肉吗？会咬一口吗？其实我蛮饱，就是你就尝。我觉得蛮好吃的。你觉得在这个宿舍的你跟平常的你有一样吗？就是拍摄之外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是熟的时候差不多，但是不熟的时候我比较慢熟。那你觉得你现在是怎么样？应该说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好了？不熟的时候，会有一道墙。什么墙？就是那个墙是怎么的感觉？人家会觉得比较难亲近。我还是会说话，但是冷冷的。但你第一天没有冷冷的啊？还是你觉得你有距离感？有距离感，就是冷冷的。哦，你不觉得现在的我跟第一天我不太一样吗？我们可以聊得比较好一点，还是你觉得还好？我可能会以为是紧张，你有放的比较开？有啊，你不觉得我都一直跟李恩开玩笑吗？你有跟他开什么玩笑？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你很漂亮，什么很漂亮？对，颜控，漂亮是事实。但因为说你现在好漂亮，我要跟你约会，是干话还是真心话，还是都有？都有啊，都有。我表达好感的方式，大家都觉得在开玩笑，或者是我表达了，对方可能根本就接受不到，我不知道。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告诉他我很想跟他约会，但他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我觉得这里的嘉宾好像没有把它当做一件太认真的事情。在野餐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因为 Elva 在家里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说，他可能觉得我们可以再多聊天，再认识看看。我们这早餐组，通常我们就是要赶快弄一弄、收一收，然后准备等一下有活动要进行嘛，所以通常不会聊太久。我觉得蛮好的是有一个时间是只有能跟一个人专心对话这件事情。会聊蛮多，我们可能在公共空间啊，或者是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不一定会特别去深聊的内容。那你觉得一段关系中，你最看重什么，你才会想要跟他继续就是发展下去？那个人有什么特质？很复杂的问题耶。太好了，终于看可能不能考到你。基本上，我觉得我的伴侣至少标准不能低于我的朋友，就是我交友的水准。然后，所以包含说，我觉得我目前大部分的朋友跟我相处都蛮直率的。我们不太会就是要说不说，或者是我想一下，喜欢明确一点。我们很明确，我觉得我的朋友，我们彼此都蛮尊重跟能去体谅对方，有来有往也蛮重要的，就不喜欢一个人唱独角戏。有些人不是那种嘛，他讲自己的事情，就是他讲他的事情的情况下，你也是感觉得出来他是需要被回应，跟他也享有情绪价值。但今天这个立场反过来，换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如果他是没有办法给你回应的情况，我觉得我会蛮失落的。跟我觉得我讲话被接住，我也不会觉得你也没有要接住，你就好好听我讲话，你不要在那边不耐烦，或者是说要听不听。或者是明显的敷衍，就我没有一定要你可以给我很多的就也不用，但我觉得你要能好好听对方分享，理解，然后不能看不起别人，我讨厌看不起别人，我也不行，我觉得大家都会说没有，但是做的又可能会在一些其实不自觉的地方透露一些嘲笑跟看不起别人这件事情，让我会非常的不欣赏，或者是说的比做的多。我觉得你有回答到我想要了解。真的吗？我觉得回答算90%明确，大概知道你会欣赏什么类型的人，跟我猜的是差不多的。其实虽然我看起来常常有时候没有在认真听大家说话，就是如果是团体的时候啦，团体聊天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你没有在认真听，我觉得你很喜欢当旁边看大家的人，对，蛮明显的。真的吗？所以我就会说人在登出来，我说你在登出就是你在置身事外。对。但我觉得那是我后来有发现我的问题，就是我太情感抽离了。我觉得这样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我觉得就是优缺共存，变成我跟我的情绪连接很低，我很难发现我可能其实不开心，或者是我其实是有一些情绪需要处理的，但我大部分的我的理智太强了，我的理智强到我感受不到我的情绪。你是不知道，你不是故意压下去。因为习惯了，所以变成说，也不是很长。我有时候会被说很像机器人。曾经有人也听了觉得说，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但这点其实是会吸引到我的。我也被这样说过。对。然后但对方实际体验发现，哇超乎想象的，太感受不到我的情绪了。
会 OK， 对可以理解。对，就是本来的优点，交往之后可能很容易变成会缺点。是， OK。但是你身上那种知性美跟就是情绪稳定，非常吸引我。真的吗？但你要确定会不会是我装出来的耶？就还没有那么认识够嘛。只是以目前的就是光这个特质，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毕竟生活上会发生很多事情。就是首先遇到大事的时候，我希望对方可以冷静的先处理完。你处理完，事后再跟我发飙，或事后你再来发泄，我都 OK。可是你不要当下就直接爆炸，因为我觉得当下是应该先解决问题，而不是把情绪先宣泄完。这点真的是每个人立场不一样。对啊，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他情绪现在先宣泄完，然后他就过了，他就不会对。借由那个问题，让我更全面的了解这个人，因为我以往了解九旭这个人都是比较片段、比较表面的东西，但是今天我确实觉得我们有在交心的感觉。今天要请你跟这个人约会发展的话，你有觉得有不错的人有几个？3个。哦，可是跟我一开始排名不太一样。哦，好好听哦！不要再那么大声了，老师，要不要给你扩音器？加嗨呢？拍谁？有排名有不一样哦，是3个都不一样，还是排名不一样？有人名的变动。哦，有换名字，换了几个？2个吧。所以你总共曾经经历过5个名字，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好听哦。那你要告诉我吗？当然不行。烂死了，被暴揍了。报告这里有人虐待人，很认真，他说不是说没有不能讲的，但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个。我想要听一直都有的那一个，一直都有的那个，我没有告诉你那个。好吧，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个。好。那我知道我不是原本有的那一个了。你为什么这样镜头又知道了？你真的很白目。你会不会？我不会。我好心累。对不起，不是，好，我的错，没有。好，再次。我告诉你有谁？好，你告诉我有谁。OK， 好，我知道了。一开始这个人就榜上有名。真的吗？对，真的吗？等一下，是 bro 还是有心动呢？有心动啊，有心动。你从来都没有在 bro 区啊。你没有在 bro 吗？在今天之前，我了解的他大概只有30%，但是因为今天的约会片段，我觉得我认识他大概有70%到80%。我觉得九旭他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我了解他就是很知性美，很说话很有分寸，他很了解他自己要什么。但是今天只是把这个层面更加深了，就是会对他感觉更亲近了。哎呦，好久。假装介绍的话，他送给你，但其实我会送给九旭。好，可以。好烦。他说他等下会把画送给我，但是其实是要送给九旭的。他做一下效果。好的，他。有趣。跟你讲八卦吗？没有，我在聊很深入的东西。又跟肉一直在聊天，然后可能 Elva 也一直在跟佑聊天，就是还有其他人，反正因为他是新同学嘛，所以大家会想跟他聊天，我都觉得很正常。可是就是有些人会比较献殷勤的举动，因为他有说过他比较喜欢主动的，我就想说，那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勤能补拙？会不会就是我反而没有他们那么狂冲猛冲？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就是喜欢上他，或者是也给他一个机会牌之类的？我就是会有点问号，然后再加上我就是没有睡很好嘛，会有点还是要真的会这样吗？稍微的小小影响到。但我觉得如果我有睡饱的话，其实应该不至于到影响我。我可能还走过去说，干嘛？你们在偷约会哦？我可能就是会走这种。那你们今天开心吗？开心啊，开心。
在聊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们已经聊到深到不知道哪里去。对，我没有想过会聊这么深的东西。整个人生都聊完了，整个人都聊完了。忘年之交了。忘年之交那是谁很老？我觉得可以把它聊完。靠腰。所以在聊什么？大概啊，聊我们的前任啊，聊价值观、道德观，好像还有点18禁。感觉他们今天回去我们看片段的时候，应该会想说：“干，这全是经典，这全是精华，不能看。”我就说我刚刚开，我刚刚应该要开一个 YouTube 频道。我现在突然很晕是正常的。你喝什么酒 ？Vodka Red Bull， 给我一对翅膀。你想喝就喝啊，你不要。我已经喝完了。好，这3个人看起来都特别强，一个特别困，一个特别醉。没有，我刚刚有点就是快睡着。我知道啊。这里很冷哎，这里超冷。那你调啊，你去调。22度啊，谁调的？我昨天调到26哎。难怪我今天觉得我快要窒息了。你最好是我怕你着凉。呼吸不到气。怕你着凉好不好？会不会其实我比较喜欢18度？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纯的蒸馏水。爱若天亮，都没你的甜，那个正午的月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纯的蒸馏水。我要把你躲进被子里面，我在被子里面对你唱。有你。笑死了！家里有矿，你自己家里就有矿。我家里没矿，什么会原矿啊？那你还在上这个节目？我就是来挖矿的。靠呀，这边有矿以为在煮矿机。我喜欢挖狗狗币，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挖不到狗狗币，挖莱特币也可以的。挖不到莱特币，我们就挖个比特币也可以。这边可能不会有矿，好不好？我现在正在挖。你看第一季有看起来像谁家有？我正在挖。我家里没矿，我家里没矿。我现在没矿，看我讲话讲不清楚。我聊不下去，因为你心虚啊。啊？因为你心虚。我没有心虚啊。你资产是我10倍，应该是。如果我资产10倍，我还会来吗？我就是来挖矿。你资产10倍，但是你觉得说生活有点无趣啊，就想增添一点新鲜感。我生活无趣。对，我觉得该死摩羯座。我什么？没有，你需要一个人来就是点亮你的世界。有啊，我一直在努力找你点亮我。可是你都拒绝我。最好是他妈，你每天到底给我放线。你就一直拒绝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我说你阿弥陀佛说 OK， 阿弥陀佛，可以直接合为一。哦，所以我想要当孙悟空，被你压在五指山下嘛。压在我的脚趾头山下。我就是害怕我讲什么，然后你就接奇怪，所以我改了，然后你还要接。怎样？我很喜欢讲。哎，直接再给我1瓶 vodka， 我觉得1杯不够。1瓶吗？没问题，安排。之后我好奇你的，就是你说你觉得希望对方主动一点，是哪方面的主动？你说对方主动一点。你要休息吗？可以不用聊，如果你累。因为我也没有要睡，可以聊。我可能要看逃避了，好像有。好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没有。他如果有床壁，上次娜娜就不会躺在这里。你说主动？对，因为主动我会很多钱。但我觉得一开始的主动就是你要让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我不喜欢就是到处放线。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这样。我连后旁都超级直接，他们问我说那有发展的可能。我直接说没有。他问谁？很多人，我都直接说没有，就不可能。我就直接说不可能。我也没有办法说哦还有机会，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那你觉得我在四处就是放线什么？我是觉得你没有放线，可是我不知道说之前的状况怎么样。但我觉得你现在目前表现都还算蛮好的。谢谢老师。除了跟 L 昨天那个大冒险的部分，让我有点傻眼，傻眼生气，因为就觉得有点无言。对，这样。
就我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选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想要喝酒 pass 掉这题，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可能想要换一下动作那种，换一下动作。比如说他可能叫我跨在对方身上，然后我想要对方跨到身上，因为我可能就不想要坐在人家身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重之类的，所以我不想要造成这样。但是那时候的人是 Chris 选的，对 ，Chris 就说就是在讨论逻辑。然后我那时候最闪的是 Elva 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他后面也有亲肉的指尖那些，是没错，但是他跟肉就只是，然后跟肉就只是姐妹，就很明显就是姐妹。他们通常可以出去约会跟那个电脑可以进来没差。你在我这看又在干嘛？想说，因为 Elva 平常也会跟很多人就是讲一些，就可能开玩笑或干话吧，就是在撩人家，他撩的人真的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感觉我每个都要站一下，觉得有点扣分。但本来是觉得他可以，对啊，他就是属于，他是唯一一个有卡在中间，就是在不想认识跟对，他是唯一一个有灰色地带，跟我通常都是不可能，然后可能剩下2个约会这样，然后这个就是代币。所以他如果没有放线。他没有发现，可能真的会有可能可以想要就是真的想要出去约会认识一下。但是他做的这些动作不是，因为其实消息也是蛮灵通的，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特别观察，然后会聊到，然后聊到，要是我是就是后面才知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爽。我也不是很不爽，因为觉得说这个人反正你就是没有想要多花时间的嘛。他会在被子里面牵我手，但是我觉得牵手这还好，不要太夸张就好。你自己跟女生朋友也会这样子牵来牵去？跟真的很好的子女朋友，他们会自己主动，因为我其实平常也不太喜欢跟别人就是有肢体接触。广告时间，如果你可以自己进去恋爱女子宿舍，你会最想要玩哪一个环节啊？我全部都想玩现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吗？现在我们在办3天2夜的线下活动，节目里的环节都可以亲自体验哦。那去了之后会有哪些活动啊？像是羊驼与暴龙、心动拍卖会和真心话大冒险，而且线下活动没有摄影机，不会有被拍摄的压力。这真的很棒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柜的压力。对啊，在蓝狐盟的社群平台发布日期后的1周内报名，还可以有9折优惠哦。报名链接可以在置顶留言找到。这样子就现省1180了耶！赶快找我们一起玩。你们在吃哦？我们在吃哦，我们只是在老人组的休息。那我要陪你们。老人组的大休息的部分。这个会累，超累，不想动。对，我们想说到底是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是几点，要重新。不是，而且大家都还没回来吗？怎么可能？可是都没有人。好像都到齐了耶，但是还是这样子哦。小姐不用洗头了。洗头还要2点。没有，我跟你讲，他开到2点是2点，但是我可以陪你去，但是谁会想要2点出门啊？没有，可以啊，说不定为了跟你出门，我很愿意，有没有觉得？我可以。我那个越南阿姨，因为我超爱洗到很厌世了，她把我头乱洗，怎么办？我超怕她把我头洗坏掉。好了，不然这样我帮你洗。好像睡之前没有了，没有。Elva进来之后，因为他就躺着嘛，然后我也躺着，然后后来小鹿就在我的右边，但我们就3个在床上。他也是只敢牵手，因为他在嘛。然后 Elva 那时候有问我说，就是他要不要走，我就说就直接这样。没有，因为就觉得说就这样也挺好啊，就不一定要制造什么真的单独到一定要在床上睡觉的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环节就是跟下午的画画有关，有点温馨，但更多的是残酷啊，残酷。问一下大家，上一季有没有看过交换礼物？有。好，只是礼物换成了画作。等一下呢，每一个人我都会依序个别的喊到你的名字，到客厅这个区域。今天如果你画作给他的话，你就要从房间里面出来，到他旁边，要把画送给他。可是会有几种情况，就是如果是2个人以上画给他的话，当事人你就要从中只能选择1位画作，那其余的就代表你的画就送不出去了。那当然1个人就很简单，就直接把画给他。
最残酷的就是，如果没有人来，就代表今天没有人画画给你。以后没有人收到画，会有没有人收到？问一下大家。想说，又是一个好焦虑的环节，每次让我觉得我那个什么恐慌症要发作这样子。我就开始思考，然后我思考到超想哭，因为我要去想我为什么要画这幅画给他，我自己画的那幅画给我的情绪，让我联想到我的过往经验，就是我想着我要跟他解释，那这些东西可以连接到我自己的过往经验。我躺在床上，我就超想哭，然后我一直闭着眼睛，然后那个泪一直在我眼睛打转，是没有滴下来，但就是一直 hold 住那个情绪。然后我想说，我完蛋了，到时候我一定会哭出来。我是觉得我不担心我的没有被收，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你跟别人还没有说什么很明确的感情线，但是我自己会不会收到，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存疑，特别是加上他今天早上的那个反应，然后他好像当时有说什么，因为心动对象还有可能有别人，我想说哦好啦，不然然后没收到就没收到也没关系啊，就当时也有一点小小做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在左边，左边就有多人几人房，现在都是5人的边水房，边水房，水库，哎呀，水库这样比较好。为什么没有我们回国不知道呀？都是我们房的人，我也不想一起在这边吗？这边对，是的。现在请Ginny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Ginny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嗨，哎呦，谢谢，哇哦，那你为什么想要画给我？我画这幅画，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景之后，你就跑过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美，然后我觉得也很符合你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开阔心胸的接纳这个世界，然后你就光脚跑过去嘛，然后你说我光脚跑过去那一趴对，你说我看豆腐，然后直接把鞋子给脱了，然后袜子给脱了，然后脚直接往那边走，我还穿超狗屎，很接地气的部分。然后非常欣赏这样的精神，我觉得你很像就是那个湖一样，可以很开阔的接受各种波澜，然后呢仍然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然后很欣赏这样的精神，所以希望画这个给你，谢谢。哇，我没有想到，我只是看到草坪太兴奋，直接那个放飞自我。哇，对，谢谢，希望你喜欢，我很喜欢。在前一天的那个吃饭的时候，就是有聊到蛮多关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然后就让我对于他这个人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他给我的感觉传达给他。我觉得我有被看到的感觉，我觉得他好像在看着我，他很喜欢我，就是在面对生活的一些，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永远都热爱这个世界。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跟他讲说，就是每个人活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困境，都很辛苦，但我还是很爱这个世界。真的超美的。怎么导演？怎么知道？我有办法吗？你就好，然后头下去，然后1、2、3蹬起来，我把你脚接住。你看，超难看，快点！对，你要1、2、3蹬起来。害羞。那你这，那你就不用，那是我在倒立，那是我在重训哎，可是我好像，还是我用爬的，我自己慢慢爬上去。那这样你的墙会面，你的脸会面对墙，那这样可以吗？这样倒立，你说搁在旁边还可以吗？
有艺术感吗？我不知道，我看一下。你在做这种事情？好了吗？哎，怎么看不到你全部？我看一下。1、2、3。反正就是我有时候会做很多脱序的行为嘛，躺来躺去啊，然后歪七扭八，然后玩倒立什么的，感觉 Scarlett 都蛮包容的。虽然可能只是在这边讲，但就是那个包容力是让我蛮感动的。可是我现在很焦虑，不知道焦虑什么？你要焦虑什么？你收到太多要选择？不是的，哇，不可能有这种事好吗？反正我是不用焦虑，因为不会有人给我，所以稍微我云淡风轻。你不要这样，我就是云淡风轻，我可以继续回来当他。现在请 Ellie 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 Ellie 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他表框起来的样子好漂亮。还是我给我的吗？我觉得他就是跟你在一起，然后粉粉的那个感觉，就是一边聊天一边画的，你给我的感觉，粉粉的，但是又很温柔。然后跟你在野餐的时候，会感受到你的很多面貌，就是粉粉的，但是很温柔的守护的感觉，把它画在这张画里面。我很喜欢，你要好好珍惜它，因为我这张画画完之后，我也觉得很喜欢。一度想说，要送 A 吗？好啦，因为是跟你一起画的，对啊。谢谢。我会把它当传家之宝。传家之宝，传家之宝。还有吗？预料之外。本来要收到东西哦，不能拿上来哦。然后是意料之外的人吗？哎，很好。我不知道他讲谁。谁啊？我都不知道。对啊。你要回去偷偷考。可是我觉得我不会收到，今天不会收到。我应该也不会收到。好刺激啊！好紧张。我来帮柜子折棉被好了，好紧张哦。你现在有更加友善，就是对那个台面啊，我台面有变啊？有变哦。那我想听。我开放零度1，然后按了第3，然后把右放上对。可是我觉得只是，我就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想要跟你私聊，可是我找不到那个时辰。他问我到底会不会选择他这件事，但他是很直接的人，我没有很意外他会问我。好，我来这边就是忠于自己讲的每一句话。现在请 Elva 到客厅沙发区。好，那就发呆了。好的。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哦。自暴自弃组。好啊，来吧。现在要把画作给 Elva 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我吃过，我就是这样吃的。你看我吃的多认真。我当时坐在客厅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就是抱着一个没有人要送我画作的心态。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笑什么？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我有这么看起来不会给你吗？哦，礼貌吗？我这么认真哦，本来就完全没有期待这件事情。
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会把画作送给我，我以为他会送给他比较心动的对象，所以我是很感动的。所以当我见到9旭的时候，我还蛮意外的。要看吗？要干嘛？藏了一天。好厉害哦，不错吧？自己说，真的很漂亮。喜欢吗？很喜欢，很喜欢，谢谢。你有看到一些重点吗？瓢虫有，我有看到。哇塞，我觉得你超厉害的，我没有在讲干话。这是我们今天有遇到白鹭鸶，然后鸽子、瓢虫，然后鱼，就还有哭哦。还有情绪很满。你要哭了吗？你有看到就是你在这里有，今天同一套有，该有的都有了，有都有吧，不错吧？很棒，谢谢。哇塞，真的画得很厉害。希望你 happy 今天的纪念品。有，谢谢，很棒。谢谢。我很感动，因为他也是画当下的我们，他艺术天分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会加分的。他说我要哭，不来哭。Fuck， 哭一下。回家哭。他说他想哭，但我说哭啊，我想看你哭，但他最后没有哭出来，还是因为我这样讲话太结了。没有，我想要帮他缓颊啦。我觉得他是个心思敏感的人，跟我觉得他其实会想要多去照顾大家。以上是我的猜测，所以我才说他前面会可能问一些人，出去玩啊，要不要一起出去啊？我会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特别想约我，有可能，或者是多少有一些想要照顾一些人的心情，也有可能。回来送那个画作之前，他好像是有一些情绪，所以他有跟我说，就是在今天这个状态，他收到这一幅画，他整个会觉得，他就会觉得他快哭出来了这样子。我觉得 Elva 其实应该也是多少有一点想要维护面子或形象的人，我不确定，都是猜测。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想要自己太情绪失控，所以我就有时候会用一些比较玩笑的方式去跟他说啊，那你哭啊，我想看你哭啊，然后通常对方就会觉得哭不出来了这样子。他没有跟我说对，你看是不是有，还是你看还是有收到吗？是啊，你还是有的，不是放，我怎么没有记得？现在请 Zoe 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 Zoe 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今晚没有人选择你。我觉得心情多少会有一点小影响，说没有可能是骗人的，就是自己的可能小小自尊心嘛，毕竟就是要那边坐，然后等，还要那边大声被公布，所以就会还是有一点会被影响。他说他晚点才要讲，他说不是啊，他我是送给 Chris 而已啊，还有什么星星？好说，不喜欢你的效果。我不讲了 ，AD 学校效果了，AD 现在会做效果，完蛋了，都教坏了。青出于蓝，谁大学？会不会到底？会还没到啊？都没到吗？你不行，你真的没有动力在这一集说不过去。好，那你们找一个场合，让我真的到。可以找一天，不要等一下。不，到了气氛还有他可以。面露微笑，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觉得肉有一点低落，好像他一个人出去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收到吗？对，所以我觉得他心情是比较down的这个部分。我不确定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要求我的话，那我就会马上想要放掉，因为我不想要再让这些人有失望的感觉。但我觉得其实都没关系，因为你也不用去承受我的情绪什么的，我只是觉得
我本来就会有这些情绪，然后我希望我是可以诚实的，就是我只是在组织我要怎么样用更温柔的语言去对你说这句话，因为你真的不用去承受我的情绪，我也觉得，所以我就有点有想要逃走的感觉。现在请小泽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小泽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嗨，又见面了，又见面啦！这个送给你。对，我看到他来的那一刻，有一点想说，幸好有人下来。然后看到是他来的话，我也没有很压抑。这棵树啊，就是我跟你讲过，就是我去走那个朝圣之路嘛。对。然后这棵树是我在那个路途上看到的，就是当我在最后一天要进城走到目的地的时候，看到这棵树。那这棵树非常特别，就是它跟其他树长得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它特别的独立在一个区域，然后成长着。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意境，我就把它拍下来了。所以我刚刚就是按照那个那个照片画出来的。我就是本来就很喜欢大自然的人，然后我生活中就是所有的那个的感受都是透过大自然去做感受的。那这幅画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那边，然后那条路上就是人来人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像这一棵树一样，然后我觉得我会讲哭，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像这一棵树，就是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卫生纸啊？谢谢。其实当下我有点讶异，他竟然落泪，然后我有在想说，会不会是他自己的某些经历，然后让他对于这部分突然有一些很强的感悟。虽然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事情，但我相信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体悟，就他要传达给我这个讯息，不见得仅仅是要跟我说，可能他也是希望对自己说这些话。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定会经历很多事情，也会经历很多人，就像是他在那边看着每个人以不一样的方式，在不一样的时间来到他们身边，然后经过他，然后离开他，不管是以好的方式还是不好的方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最终他还是成长，也茁壮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相信，其实自己都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大，也会像这棵树一样，就是尽管发生那么多事情，还是在这边屹立不摇这样子。对，好，谢谢，谢谢。对，因为你讲一讲，可能就有一些情绪嘛，就会落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以及这个画作对你的意义，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在昨天约会的时候，他有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我也想要给予他一些安慰跟鼓励，这样子，就是也算是换成另外一种方式鼓励他。我觉得他蛮感动的，因为之前你也有说什么，他常常被他朋友说什么他比较冷血无情，但我就觉得说他其实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很努力的去接触这个世界，跟爱这个世界，跟感恩每个在他生命经历里面出现的人跟事物，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哎，你不能看，你不能看，我不能看，你不能，我讲。对，长得干净，然后身高女生平均往下就好了，体重正常，不要太瘦，眼睛漂亮，长相干净，就是尊荣有自信，打扮素雅，不要太花，太明显的 logo。素雅，打扮素素，不要有太明显的 logo。温柔有自信，工作的时候有余裕，但又很利索，注重生活的仪式感，注重所有跟弱势有关的平权及整体意识，包含而不仅限于性别性向平权以及环境人权相关的平等追求。经济年薪200万以上，
每年至少可以去1次欧美大旅行，加上买一把高端吉他，而不觉得有经济负担。我先打岔一下，就那个经济那个part哈，我觉得你可能，对，你再想想吧。我觉得前面我都符合啊，前面我觉得我都很不错啊，但是如果后面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啊，我现在突然对行动，我想跟你就那个了。好，你继续听我讲吧。你想是有能力一起买个台北市区，反正就是带回去的心吧。我先去睡了，好，再来，我先去3晚，已经快结束。我跟他说的就是我带着月老情男来，然后我跟他说，不过跟你聊的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有一个我可能没有想过的是，我以前谈的所有感情全部都是大风大浪，然后非常风风雨雨的类型。如果不够大风大浪又不够有风雨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是很无聊的一段感情。可是经历过几段之后，我会发现啊，这可能跟我自己本身创伤有关吗？可是这件事本身是不健康的。认识他这么情绪丰沛的人，我会有点担心我需要再走一个有点大风大浪的感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好好聊更多之后再来看要怎么发展。至少到现在，我会希望接下来的感情是比较不那么累的，就是我觉得喜欢或者是爱或者是感情，它应该要是不那么费力的。现在请九旭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九旭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我来了，我看，其实我偷看到，我们一起画。哇啊！好美哦！知道 Elva 也要送给他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完蛋，反正就是不知道九旭要选谁啦。其实我很感动对于 Ellie 选择我跟包含 Ellie 的出现，我完全是一点意料都没有。因为我画完之后，我有去流连忘返看一下大家各自每一组在做什么，画了什么。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那时候走到李恩跟 Ellie 那一边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也太会画了吧，你们画的超好。他们就很像那种插画背景美术生，然后画的那种很有创作风格的那种很漂亮的图。就是我当下就想说，你们根本是要互送，因为是很漂亮的插画，所以他那时候走下来要给我就已经很震惊了，因为我觉得那张图非常的漂亮。不是啦，我要先解释我的话啦。等一下。可是我觉得他很可爱。我希望你记住我们约会的 moment。虽然我们平常没有好好深入跟你聊天，但今天我不小心知道了很多关于你，就是比较 private 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有感动到，所以我希望可以记下我们约会的那个时段。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他啦，我不介意。但我可能会哭给你看的时候，不是，我其实挺想看你哭的。我先听一下 Ellie 的。我画这个是因为因为一开始想说就是可能头发的话，就是也没手边也没有深色画笔，然后今天刚好穿黄色的洋装，那我觉得就是你的性格跟说话方式就是可能会比较适合暖色系，所以我就决定用黄色画头发。然后今天也有就是可能就是阳台跟小哲，然后可能一起就是拿花，然后在那边摆拍，然后我觉得就是很适合画，就是用花跟植物的形象，然后在头发，然后旁边一样也是用暖色系画这个光，然后就是中间这个是花的，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出来？有一束花，有一束。很感动我超喜欢，我当下是有鸡皮疙瘩。就是他跟我说，他觉得他看到我今天穿一身黄色，然后很漂亮。等出门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阳台在那边拍照玩游戏。他说我们就是拿花在那边拍啊，然后所以他画了一束花在中间。我觉得他很有用心的在跟我们一起相处，我觉得是很感动的。现在请九旭选择其中一位的画作。我选择
的是，变中一个，我非常的感动。OK， 所以我选了 Ellie。OK。但我要解释，我很开心，我其实没有预料到，但就是我原本想说你很有可能会来，然后我原本打算选你，但我是一个肤浅的人，我觉得他画的太好看。我觉得，要是我也选这个 ，OK，make sense。这个画的累成这样，真的画的很美，真的画的很美。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介意的，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但我觉得 Ellie 刚刚讲让我超感动就是我完全意外你会就是画给我，然后而且你刚刚讲很多就是特别画给我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很开心，我要把它放在我房间。你的我也很感动哦，但因为你前面也伤害我蛮多次，所以我想说。他要哭了，好哭了，而且我想看你哭，我想看你哭。其实你是为了这个吧？我其实是为了看你哭。其实你知道我内心有多想选你吗？我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相处真的很开心，然后反正我结果论的随便你。你不要选我，你不要选，好啦，还是要抱一下啊，要抱。我没有要抱。真的不抱吗？不抱一下吗？我没有抱，你抱啊。没有拿到，我要。这什么？我们三人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好啦，谢谢。好，谢谢。然后也谢谢九旭选我的画，因为他说他觉得我画的很漂亮，那就反正是送给他的，然后他就那你就选我这样，然后就觉得谢谢他。然后我后面也有就是跟Eva这样，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要干嘛，他一开始还在那边挣扎，然后后面就放弃了。没想说是我，对，所以我很感动。然后就是你刚刚讲什么，我今天穿黄色啊，所以你用黄色的，然后跟我们今天在阳台就是一起玩得很开心。就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同一组坐在一起去野餐，但有种心还是同在的感觉啊。其实我真的有点鸡皮疙瘩哦，就是我蛮感动的。谢谢，开心，耶！我觉得你跟我出去同一次，我好期待哦。我觉得不懂，我觉得等一下就是你跟我要送的人懂。你本来我的那么明显，需要猜吗？我觉得你有改你没改。你先不要太多回应。我改。我帮你改。真的？所以没有吗？到时候我想知道。你跟我一样的话，那我就不能有人跟我分享了。我要怎么讲啊？可是我知道我的那个人应该也是有，第一次在这种位置第一次有那种就是会想说，就是他会变心的那种感觉。你会有吗？一点点。什么时候开始？第一天就有吗？就是可能，比如说越往会可能有点小感觉，讲到某些东西之后就觉得，可能变心了，也不是变心，想再看看，对，可能某些地方。亲着呢。你们很震惊耶！而且我刚刚问他说是不是出去约会的人，他说不是，不止一个。哇，好开心！因为我送给九旭，然后我那间房间的人一直以为我要送给 Chris，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画的画，然后就没有，我今天就想画九旭啊。现在请小鹿到客厅沙发区。没关系啊，我没有，我刚刚输不上来。他不会让你输上来。对。我觉得我不会收到，所以不要让我坐太久。想把画作送给小鹿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今晚没有人选择你。
我像不会给你想吃之类。还好，没有拿到，我还好。所以我觉得比较在意的是送画的时候吧，收画的时候我知道他今天不会给我，因为我就已经鼓励他多去拓展他的人脉圈了，所以就觉得画不一定要给我，而且我知道他绝对没有认真画，他根本在聊天，抓包。现在请 Scarlett 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 Scarlett 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好的，先给你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吗？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有点像那个躁郁症，就是有点像某个银行的 logo。不是吧？再加2个编号底，就是我给你的感受。不是，就是一个意境。他就是用我的表达方式，然后表达我对我们俩的的一个想象。对。哦，所以这是我这一圈。对，好，那是我今天有跟你讲到，你是黄色，哇，你会知道吗？不会。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画花嘛，所以画很多花。就这个小框框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框架的感觉，然后就是一个跳脱框架的感觉，就是这些有的没的，就是我的情绪，你懂？你就买一点，超满，我就乱画了。因为我是红色嘛，但因为我蛮少就是用圆画在我的画作里面，就几乎都是直线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它就是表示一个圆满的感觉，然后表达我自己，然后画在这块中正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温暖的感觉，所以用黄色，然后在我旁边，然后就是一个在我旁边的感觉，是这样子。好，他那时候给我的颜色是可能一开始看起来超难相处的时候是深蓝色，但后来出去约会过之后，他觉得我在他眼里变成黄色。后来他把他的画给我的时候，他就画了一个红色的圈跟一个黄色的圈，可能就大概理解他想表达什么，就是红色就是代表他，然后黄色就是代表我。他的画超像艺术家的画，因为我知道他是读艺术相关的，可能以讨论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艺术，当下画出来的东西很能代表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那时候就蛮期待他会画出什么。然后他真的画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符合他的风格。跟我们是多这样，其实他这个可以消化这个。对，我理解。所以其实应该要讲述一个。好，你现在先。可是其实他会用很重，不要用这么丑的脸，你哭也要哭美美好不好？没有，还是呢，我可以自由，他可以不去。干嘛啦？干嘛啦？你没有干嘛啦？你不要这样，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来那边喝酒，然后你现在陪我哭，我真的会陪你哭。你不要这样，我求求你，求求你。其实我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就很想哭，但我一直忍，因为大家帮你搬行李，就是大家就特别照顾我，然后可能怕我很累啊，然后因为你是新人啊，然后又可能帮我拿东西这种，我就是就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应该做，就没有人应该帮我。不管是演出还是什么，就只要他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没有想到，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很麻烦，可是别人都还是别人觉得没有麻烦，抱怨。你根本就没什么，也不是一个麻烦。就是我每次真的有帮助别人，真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帮我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谢他以外，但是其实我也会责备自己说，我不能就做，但是我对这件事情。觉得我不想做，就可惜因为我应该就是这么幼稚了，其实应该要读。没有，其实别人帮你做，他会想帮你做，就是可能他会喜欢你，所以想帮你做，所以你也不用太内疚。反正就是假设你都做完了，那别人要怎么展现他自己，要怎么你喜欢一个人，要怎么知道他对你有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求助，就是你控制一个需求。那愿意来接球人的是他，就是可能喜欢你，
好，不然就是那个女生太热心了，比如有点假，觉得很感动啊，就受不了你就对我这么好，所以我才就知道我明天开始3倍对你好，然后我就从来哭到我们每天在哭到。现在请娜娜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娜娜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可是你画啦，我觉得他可能会送你的。要啦，有机会。这个就是这样，我就是要是我也会这样做。做你想做的，但是我会送你。我想单纯送他而已。可以，那你怎么说？可以啊。那你就事后再把那张送他，就算他没说，你就事后给他。肉姨好像比较纠结，因为可能她想要选娜娜，一来是娜娜目前人气王，然后很多人都想要选娜娜，跟可能前面肉姨都没有机会跟娜娜出去，然后加上今天他们野餐也没有一起，她其实在房间里面就是有表达说她不想出去了，她原本的话应该是想要送给娜娜，但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压力之下，反正如果我出去了，我应该也不会被选择。就是我觉得听了蛮难过的，我可以理解他的那种难过跟失落感，对，但还是会想要鼓励他说没关系嘛，你就出去试试看嘛，表达你的心意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不能直接给你就好了吗？对，这个给了，不能直接给你我就好了吗？所以走出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很意外，因为他一直也是很想要更认识娜娜，我们都资讯蛮透明公开的，完全没有意外。这是一个以咖啡色为底的意象，然后因为我画不出那种实体的东西，所以只能画就是你可能给我的感觉，然后就是用那种很飘逸。然后讲到都在画我的头发，没有，完全没有想到头发。咖啡色是主要的颜色，然后红色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可以更代表你这个人，更认识你时候的感觉。这样。然后橘色只是因为颜色不够多，所以加上去。对，好，就是对，有种断代感。断代，对，红十字会感。有种年历感，不叫2026感。anyways， 真的假的？不是设计理念，就是不小心设计理念，不小心变成这样子。好，定义的它在我眼里的颜色，整个人是一种咖啡色，蛮神秘的，就是蛮需要再被探索的。第二个颜色是红色，就我觉得他更认识他之后，也发现他很多红色的一面，我也觉得没有其他颜色会更适合。虽然他外表给人家一种高大，然后壮，然后硬派的感觉，结果他画出来的东西很轻柔，然后又很细腻，然后他完全讲得出来为什么，就是他的感觉是很明确、直线的，画出来的东西又是很舒服感的，然后他的笔触也是轻轻的，然后中间那2条缎带是稍微有一点有力道的笔触，然后跟渐层颜色，就是很小很细腻的东西，他对我来说的那个印象就是越来越就温暖细腻那样子。跟他的外表是不一样的。我本来只是想画一个星星，这是我的痘痘贴。这是啊，OK，可是因为要1个小时做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涂满它，然后就是这个星星。其实跟你早上聊天都蛮开心的，然后那天你有帮我贴那个痘痘贴也是很开心。然后这主要是痘痘贴，这痘痘贴，真的假的？好，收到。但是他的画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娜娜这几天好像脸上都会贴一个痘痘贴，所以他画给他的画就是一颗星星在中间，然后那就是娜娜可能某一天的痘痘贴，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现在请娜娜选择其中一位的画作。我选 Scarlett。拜拜。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天的互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是双向的，就是蛮确定他会选择我的。我知道他不会感到什么啦，他可能也会觉得这样子的动作，我会不会要让我选择，我会不会有点心理压力什么的？我是觉得还好，反正大家都很明确知道我的想法，所以不会觉得怎么样。我反而很开心听到他们想着我的时候的画作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真的很有趣。我本来就预料到会是这样，心情上其实算平稳了，因为娜娜也都很认真在听我们画的解释啊，也有给真诚的笑容嘛。他也应该都明白，我觉得他压力不用太大，我就单纯只是想送他那张画这样子。我因为我就觉得我以前就是可能就是，但是我开口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帮我做，因为我爸妈就是会忽视我觉得，然后我后面就这么多年长大之后就会渴望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会特别照顾以为 OK， 但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就是有公主病被宠出来的，但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我太缺乏这个东西，导致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来支撑整段爱情。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支撑，我就会感受不到，感受到对方的爱情。OK， 好，老实说，第一天听你讲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超，那我怎么说呢 ？OK， 但是你现在把所有东西告诉我，我就会觉得 OK，make sense， 对。对，他现在就是超级无敌，你现在就差2根下去。不，你现在还是美的，你现在还是美的。会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小心聊太多了，我们聊到家人。然后他就绷不住了，因为他跟我就是很重视家人，再加上我们其实在国外有一段共同的经历，然后聊着聊着不小心太深入，他就哭了。我觉得很抱歉，我不该在他还没下去之前跟他聊到这些事情，然后让他在镜头前面可能呈现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应该说我对他个人的评价有拉高，因为他的外貌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比较不会去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可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算聊蛮多的，所以我蛮意外的。好，我现在心里最在意的人是佑，我会担心他每天过得好不好这样子。所以你要送谁？我想送佑。感觉会不会他被我起底啊？不会。为什么会变成情侣？他以后也会喜欢他。我第一次讲我自己的感觉，对吧？很棒，很棒。你不觉得睡觉组很和平吗？对，不好意思，没有，我今天状态真的太差了。状态差会情绪很反的。我觉得我会后继无力。你要是你人真的要睡觉，对，不要同学，可是我睡不着。谢谢你们的同理心跟这种情绪带着投射，我这样就会好一点了。真的吗？其实他应该会有，就是会有其他人去送，然后其他人都蛮主动的。但是他的是，你也主动，但我觉得他们的主动超积极。就我也可以这样，可是我其实不喜欢在人家面前这么主动。我喜欢我跟你很理解，对。而且我知道，就是 Alpha 就是现在对他蛮积极的。没有吗？你不知道有吗？我觉得是。然后，其实我根本没有发现很多人在对佑示好。有超多的，好不好？有很多。刚刚我觉得很烦。有很多。我觉得很烦，我觉得有点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靠我，早知道我不要那么快。对。有吗？我主要没有注意到 Alpha。我连 Elva 都没有注意到。我觉得是我根本已经不想吃，我就觉得好难加入。现在请 Chris 到客厅沙发区。我觉得他会给他。今天。谁会给谁？有。我等下多看一下。那些他昨天新东西有写给我的。就这样吧。没事啊，大家。还好啦，我其实没有到很走心。可是我想要你好好休息。对啊，我觉得你要休息啊。我怕你身体累。不是啊，就是出差是差很多，对不对？就如果觉得很累，身体很重要。身体很累，状态不好。可以的，作为都撑过了。
对啊。想把画作送给 Chris 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哎呀，哇，又要下去。没有一个，高差很多哎。太对了。像你，好可爱哦，是不是很像你？跟你长超像。谢谢。发现是右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小意外，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讲到什么话。对啊，我有点意外啦，我是意外的。我那个话想要给 Chris， 因为那时候是问说最心动的对象还是最有好感的对象。对，因为我还想继续认识 Chris 嘛，所以就是给他这样。所以你最心动的对象不是小鹿，是 Chris 吗？应该是说他们两个其实在我心中现在就算蛮平均的。对，虽然说我跟小鹿进度比较快，这好像也没什么好解释，就很直观，就长得很像你啊，就会立刻联想到一种动物，就是羊驼，然后就是你这样，然后腿短短的。不是腿短短，是我自己没有画好。好，对，好，谢谢你，可爱的。有看是不是美术？好厉害，没有什么美术功力这样。你送他的时候，那整个感觉的这个氛围，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感觉？觉得 VIP 尊荣式这样。为什么？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啊，对啊，因为李恩那时候我发现他已经送别人了，但我觉得只是刚好啦，因为他今天就想送别人，所以刚好让出这个机会，只有我而已，就不用跟别人竞争，就很棒。现在请李恩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李恩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紧张吗？Chris的小松鼠要送给谁？我觉得不是送他，我觉得 Chris 不是送他，Chris 是送右。今晚没有人选择你。现在请右到客厅沙发区。想把画作送给右的人，请到客厅沙发区。其实那时候要去送给佑画的时候，我有想要晚点出去，因为我知道还有其他人会出去，因为我知道会有 Chris， 然后我想说应该还有 Elva， 然后 Zoe 又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个3、4个吧。紧张了吧？紧张了，紧张了吧？紧张想哭啊！要跪垫干嘛？不知道干嘛？
啡一样，咖啡他都很积极在进行自己的线，好像有开始这么一回事。小鹿跟那个有人聊天，特别，然后我们也一直在聊天。现在，如果你想要跟 Zoe 约会的人，请往前站一步。是这样子选，他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玩的哦。哎，怎么这样？哦天哪，这个我压力超大，我就想说，昨天才经历那个画的环节，今天又是这样选。好，成交。好。干嘛那么惊讶？就是大家还可以悔改吗 ？Sorry， 他想改了，他变心了。可能一些原因，他可能现在有一点退缩嘛，或者是什么。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我就是觉得，因为我们每一集哦，然后可能都会有人被骂，可是就是你会心疼那个被骂的人，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可是你也希望，那个被骂的人不是自己，然后你下一集又看到另外一个人被骂了。就会有一点难过。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来宾们参加节目前的面试片段、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来宾们观看播出后的第一反应。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哦。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哦。